把我看到了大陆所有的美好的事物来跟台湾人讲说，其实长期以来民进党都给大家的一个信息茧房，那是错的。其实阿管已经把最大的善意，然后透过他的言语很质朴的把它给转化出来。他真的为了两岸做了很多顿滑，主要是希望两岸往更好的方向去走。为什么要把民进党给打垮？民进党就是不断在创造两岸的尖锐跟敌对，创造两岸的对敌。在这里面，如果我们都是用民进党的态度彼此互喷的话，那两岸一定朝向最糟糕的方向去走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馆长最近因为一句话而言上，我昨天有看到新闻，前人斩首打击嘛，精确斩首嘛，把赖清德的狗头下来，兄弟，I damn you 啊！真的，我日也失，夜也失啊。这个虽然是在回应一个网友的一个言论啊，但这件事情其实有点严重，因为出言说要伤害国家元首这件事情呢，它可能不是这么样的，在一个所谓的言论自由里面，它带有恐吓，这个就有一点严重了啊。所以呢，马上广大的青鸟呢，就在 Thread 上面呢，开始对馆长发起进攻。比如说这一篇哦 ，PKNet 这个，他说馆长的发言已经抱怨太离谱扯爆，有看到你棒棒，竟然浏览了113.2万次。当然馆粉还是据理力争啊，馆长捐300万你捐多少？一堆说要杀黄国昌放遗照的，你没看你出来废2句，你看这个当时就说要杀黄国昌放遗照的哦，还给他写个死哦，反正就装死嘛哦，脸不是言论自由吗？啊，那当然不是啊。OK， 在这里面呢哦，这个大规模的检举就形成了嘛，那马上呢四叉猫就跟上。元首总统失言，四叉猫呛小草做一件事。馆长呢，语带出口高分贝以来专关注。斩首打击，精确斩首字眼哦，把戴清德狗头斩下来，兄弟我等你会日失也夜失。针对这件事呢，刑事局侦缉大队表示，已在公开平台言论完成初步搜证，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，认定设有刑法第153条煽惑他人犯罪及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之疑虑。同时强调，民主社会保障言论自由，但言论非无限制，煽动暴力或公共危害公共安全的发言人必须依法追究。长期跟馆长交锋的四叉猫啊，火速在脸书开酸啊，写下小草记得在家等电话哦，准备去北检门前玩人体冲浪哦，并指出啊，不能讲刺杀现任元首是基本常识啊。哦，这次斩首之前被视为是踩线，是否构成刑责呢？哦，或约谈或限制呢？尚待检方的态度。那各界也呼吁啊，政治立场可以讨论，但应回归理性辩论或制度规则啊。很多人，尤其是馆粉，可能会替馆长抱不平哦，认为说啊，这件事情呢，馆长这个讲的事情，那奇怪，之前针对黄国昌啊、韩国瑜啊、傅昆萁啊，各种什么灵堂啊，怎么都没事呢？这里跟你解构一个事情，其中一个重点是，因为赖清德是总统，你就要更加小心。总统除了刑法之外，他还有国安法保障，所以这还真的不太能开玩笑。当然，断章取义有没有可能？绝对有。阿管这在自己在解释嘛。可是我必须讲，这个叫做关键字触发。阿管可能他有前后文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。你一旦关键字触发的时候，你很难说得通。你就想嘛，不是说馆长有没有前因后果，绝对都可以有前因后果。你到时候他如果给你移送法办，送到法庭的法院的时候，或者是去跟检察官的时候，你可以自己做解释。但他这个有关键字触发，我不是说馆长不能主张他的，也不是不支持馆长在对抗民进党的道路上所做出的贡献，绝对100%支持。我今天是担忧，我担忧的是馆长在这一事件里面很吃亏，警政署都跳出来了，你看扯不扯啊？刑事局跳出来就算了，那警政署都跳出来了，警政署迅速啊呼吁啊社会大众理性判断网络讯息啊！你以为报案之后只有警察局吗？没有，刑事局、警政署、民进党是整个调出来啊，不是开玩笑的啊！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可严重可轻微，但是问题很多。昨天阿管开播的时候，他其实就聊到了蛮多的心声的啦。我想讲个心里话啦，其实今天来做这个角色呢，真的不好做。两岸的桥梁，所谓的和平的大使哦，你说要统一吗？统一也是我也是希望用最和平的方式来做。那有些人说啊，当然很多人都有很多想法嘛哦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头跟台湾的同胞讲，这些比较激烈的言论哦，真的会吓死一票台湾人哦。但是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因为大陆14亿人嘛，或是跟台湾人讲，我们要看人家的好哦，他们就是太爱台湾了。第一方面他们爱国嘛哦，他们热爱中国大陆哦。第二个就是说他们热爱台湾，他们希望台湾早日统一嘛。
他们有很多这种特殊的想法。那其实大意来说，他们对台湾同胞还是很有爱的啦。其实我看到很多，应该是我也刷了很多 B 站啊，刷了很多就是你们那边的人对于台湾我们这边的讨论啊，或者说你们看到的一些所谓你们爱的那些人，其实他们讲的一些话在台湾都是很不切实际的，打动不了台湾人。那我在做的事情，我只能尽量的去求真，去把我看到了大陆的所有的美好的事物，来跟台湾人讲说，其实长期以来民进党给大家的一个信息茧房那是错的，因为我深思，我觉得大陆是和平，大陆大多数人是有爱的，尤其对台湾人，我讲了100万次，特别爱，对台湾这块土地也特别爱啊。但是以目前的状况就是说，你在台湾做政治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这3年我实在受不了，很多大陆的朋友，你们不住在台湾，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水深火热在哪里，你们根本不了解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。台湾人是长期被98的媒体洗脑，你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，我是住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，在努力帮大陆带最真的真相给所有台湾人看。在台湾玩政治，要站在台湾人的角度讲台湾人理解的话语，可以理解阿管的心情。我为什么说阿管叫夹在两岸之间是很为难？过去我是对两岸这个问题，我们其实是比较保守的，也比较不愿意深度去碰触。因为你一旦深度去碰触的时候，那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：到底你的观众粉丝受众是哪一方面的观众粉丝受众？是支持两岸交流的，支持两岸要肃统的，甚至所谓的武统派，还是台湾本位的？所以这本来就难啊，而且大陆人多嘛，所以各种派别的人都有嘛。两岸交流这种东西回到实处去，它还是必须要在一个更加彼此互相尊重的部分嘛。我们台湾人能够听得进你说马上要武统这件事情的人，其实并不多啦。我是最能听的那几个，因为我听到武统，我是想去理解那什么理由让你觉得你想要马上武统，而且要血洗台湾是什么理由？或者是其实你没有想血洗台湾，你是觉得迫不得已嘛，刻不容缓一定要武统，或怎么样？这个事情我们在前几上次去跑北京的时候聊了非常非常的多嘛。我只是觉得是说大家要多给阿管一点信心一点时间，一点空间，因为现在确实有一些声音被挑起来，而且很多人对陈之汉的流量虎视眈眈，叫做不是滋味。他们是真的想要借着打击馆长，看可不可以得到其中一些流量。这整件事情大家了解到，今天阿管为什么会睡不着觉？因为他2次这样拼下来还再去了一次内蒙3次的嘛，当然这外的时候越来越多次嘛，他所付出的体力、精神，甚至他没有开播的损失，这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，他不是单纯的做生意啊，他做这个生意的终极目的是希望下架民进党，两岸和平共写未来。今天有很多比较激动的网友，如果你真的想要怼人，请跳过我跟阿管的聊天室，怼的都是对两岸最友好的那一群台湾人。你怼我们干嘛呢？你怼我们不就让我们伤心吗？然后他说伤心啊，你们这些玻璃心啊，你们伤心，谁管你伤心？台湾人就是一群蝼蚁。就是完事了，打就完事了，打了就乖了。哇，话能这样讲的吗？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去怼青鸟呢？我是身先士卒在第一线跟青鸟对干的大家了解到，我知道那人数不多，但是我希望这些很凶狠的声音，越凶狠越好，没有问题。你尽可能的凶狠，你去三立，你去民视，你去3Q 的，你去苗博雅的，你去4叉猫的，你去 Glass 的，这太多了，一大堆频道给你玩，你可以一直创新账号，一直去玩，你尽量去那边玩，每天去那边开怼，去那边开炮，展现你的雄壮威武，好不好？展现你的全球覆盖。大家都为了两岸的和平未来这件事情殚精竭虑啊！我们真的是很认真在为社会贡献。那当然，这过程当中也创造了一些功名利禄，也是为了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嘛。可是你看阿婉这么憔悴，然后最近身体也不舒服，其实我深有所感。做这个两岸交流，做这个两岸的沟通，本来它就有一些代价在，你会被贴很多的标签，你会被很多的攻击。但是我希望的是，我们的付出跟努力是有代价的。但是在台湾，我在讲，在台湾做政治就是这样。那你们住在美丽的中国、和平的中国，有一个这么强大的共产党，这么好的一个国家，你们反过来看台湾，你们当然没有办法去了解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一定要搞成这样。台湾的政治是非常的复杂，不是你们大陆那种爱国者在评论的这个事情可以去理解。它是一个帮派、诈骗集团、政治的勾心斗角它是多重的美国、日本、韩国这种非常多的一个角力介入在一个台湾里面，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。不是你单一而论，就说武统，一直在那喊着，不然就说他不能见这个人，他不能见那个人，他真的没有那么单纯。你见那个人，我就不支持你。我讲一句白的，如果你不立刻打过来，这国民党选举还会继续啊。那你们很多人在讲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时候，说实在话，很多台湾同胞看了又惊又怕。我讲了这么多，我还是跟大家讲，这些人他们还是爱台湾，是他们急啊，他们不坏中国大陆我去过，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，大多数人非常热爱台湾，想要来台湾玩，想要吃台湾的美食，想要未来都是一家人，想要这个达到统一嘛，和平统一可以慢慢谈，可以谈，也是蛮多这种人。我在台湾人的角度，我也不是站在民进党的角度，我站在国民党的角度也好，站在民众党的角度也好，站在一个我在台湾搞政治的人也好，或者站在中天，你可以去看中天的立场，因为中天是唯一的现在不叫
最正常的媒体，他也是全力支持郑丽文。你看每个人都帮郑丽文讲话，这种东西，我只能讲说双方这就是当一个桥梁比较重要，双方的不谅解，双方的不理解，这个很正常。但是你不能否认我为祖国做的一切，付出了多大努力，我试图让台湾人、台湾同胞就看到中国的好。那你们一股脑的一直用钱来呛我，那你们跟民进党他妈。我在台湾被民进党封杀，我去支持国民党对田中的国民党，他们在选党主席，又要被你们封杀，我就觉得真的是有些人讲话，但是我相信不会封杀。为什么现在后面要补这一句？因为明天三立民视又要做新，说我被中国封杀了。其实阿管已经把最大的善意，然后透过他的言语啊，很质朴的把它给转化出来，把很多人对于台湾的急切的情绪呢给转达了出来，但是用一个比较和缓的、比较温和的一个方式给转出来。我觉得他真的对了两岸做很多的润滑，这个润滑主要是希望两岸往更好的方向去走。为什么要把民进党给打垮？民进党就是不断在创造两岸的尖锐跟敌对，创造两岸的对敌。在这里面，如果我们都是用民进党的态度彼此互喷的话，那两岸一定朝向最糟糕的方向去走啊。两岸交流慢慢进入到深水区之后，那进入到深水区之后呢，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说意见上面会越来越趋尖锐，还有就是大陆这边它的整个社会的民情风情，它也在做一些转变。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，大陆的朋友是越来越不耐心于合同，而更多的觉得，那既然如果要伟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必须让中华民族失去了土地回到中国的话，那自然而然台湾一定要回来嘛。那台湾必须要回来，所以大陆在给台湾取了一个名字叫当归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当归回来，当归怎么回来最有效呢？最有办法呢？那是不是就是透过武力的方式最快嘛？看起来也最没有后遗症嘛。现阶段最重要的是透过两岸交流来创造两岸的一个互动的民意，这个很重要。那这个需要什么？这个需要大量的时间，这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。这些时间跟这些工作，我们要创造的是两岸交流所产生的一种普适性民意，而这个普适性的民意，它所回馈回来的是两岸越走越好。两岸越走越好的结果是什么？就会让政治人物有勇气去说出，那两岸应该和平并且共创美好未来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一个过程。